我们看看后面的这个，因为时间不多了，8点半了嘛，我们还是着重的是讲如何通过一个图片，就是网上下载的一个图片啊，一个好的设计，最终能够形成一个像这样的啊，无论是布线还是材质都 OK 的一个动画模型啊，包括它的毛发，对吧？这些东西啊，都是从来把文件打给大家看一眼，这个先关掉，文件打开这个啊，来，我把这个环境给它设置一下，背景模糊啊，背景让它模糊掉。好，就这个模型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模型是怎么来？这个就完全可以用来做动画了啊！来看看它，首先我们看看最终我们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样。它把它的毛发给它关掉，毛发关掉，然后这是它的模型，然后布线啊，布线是这个样子的啊。这是它的衣服、鞋子，对吧？鞋子和裤子是连在一起的，它们的材质是通过法线贴图加基础色贴图完成的。啊，这是它的鞋子啊。近看还不行，因为是 AI 生成的材质嘛，做了一些修正。哎，它怎么来的呢？最早是这么一个图片啊，给大家看一眼。哎，就是这样的一张图片。这张图片从哪来的？这张图片是从这个 Pinterest 设计网站啊，这个网站来的啊。我看看啊，那张老虎我就不找了，我好像收集了啊，是不是在这儿啊？不找了，反正这里边什么角色都可以啊，都可以拿来用啊。这张图本身也是拿 AI 生成的啊，生成的这张图。你如果把这张图直接丢给混元 3D， 那生成出来的模型是不能用的啊。就这个姿势，它的手是连在一起的，粘在一起的啊，布线面数也非常的高。那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提示语啊，就昨天我们介绍的是头部的啊。昨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生成这种左右对称的这种头部模型的头部图片的这种提示语，就是这个啊，我相信大家都记住了啊，几个关键词。那生成全身的，就是将任何一个图片啊，它不是说凭空生成一个，就是说你要喂给它一张图片，比如说我现在喂给它的就是这张图片，然后底下我告诉他你要去掉太阳镜，去掉帽子，我要一个高度细致正面朝前的全身角色啊，等等这些啊，包括正面 T pose， 包括它的特征要体现出人形的结构啊，包括他穿着的衣服等等这些，他就给我生成了这样的一个站立的老虎啊，可以看一下，就是这张图啊。你给这个提示语，你就按照我这个提示语，你喂一张图给他，然后再去给他这个提示语，他就会给你把这个角色生成这种 A pose 标准的 A pose 啊。有了这个 A pose 就好办了啊，这个就好办了，一次不行多来几次也没问题。啊，一次不行，多来几次，总有一次是好的。而且 ChatGPT 5它的成功率非常高啊。好，然后接下来呢，我想让它生成一个头像啊，只生成头像，结果它就给我生成了一个人，搞错了，对吧？然后重新来，接着来，又把这张图发给他，然后让它生成了一个，哎，帽子去掉，墨眼镜去掉，对吧？只生成一个头像，只生成一个头像，哎，这个图就非常好，非常非常好啊。好，然后我再来做了一件事儿，就是把它给它，哎，只生成衣服。把身体去掉，去掉身体和头部，只保留衣服和裤子。你看，它就只保留了衣服和裤子，对吧？这个也很棒。然后结果我让它去掉衣服上的图案，去掉衣服上的黑色绳子，因为这个绳子也会干扰我的建模，所以我把这个文字和绳子都去掉了。最后就给我这个，包括这个鞋子它也还给我了啊，这个很好。就这个作为衣服就非常棒啊，干干净净啊，没有什么这个哩哩啦啦的地方啊，就是那些搞不清楚的地方结构都没有。这张就非常棒，然后哎，我是说去掉上衣，我想要一个，这个我觉得还不够完美，如果能把上衣脱掉就更好，对吧？结果发现哎，出来的图就有点糙了，算了，我就放弃了啊。我试了2遍都不行，那就算了啊。最后我就让他给了我一张裸体啊，因为我要生成身体嘛。这个老虎去掉上衣和裤子，直接用这张图啊，生成上衣和裤子，所以就这张图其实是最重要的一张图，是我生成的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啊。所以 ChatGPT 它是可以真正做到指哪儿打哪儿啊，非常准。看，就是从这张图我得到了衣服，得到了这个老虎的裸体，对吧？最终能够让它合到一起，对吧？那这个当中当然还要整理模型，对吧？整理拓扑结构，整理材质，一系列的操作，对吧 ？OK， 那我们这个模型做好以后是什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混元 3D 啊，我的资产这我都已经生成好了。刚开始我就生成了一个这样的模型。你看这个模型实际上它是不能拿来用的啊。首先它的毛发太多了，对吧？你看这是拿这张图直接生成的。然后呢，它的前面的2个袋子
对吧？两个袋子跟衣服粘在一起去了，这个肯定也不行，对吧？但是它的下半身还不错啊，尾巴也还不错啊。好，手呢，手指头基本上也粘到一起去了，对吧？好，撤回去，然后我来了第二张，哎，这张老虎头就非常好了，干干净净啊，切下来就能用啊。这张老虎头啊，然后这个衣服就非常好，你看我就用这张图生成了一个衣服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老虎的光屁溜啊，老虎的光屁溜啊，这张也非常好啊。这张主要是要的它的身体啊，包括它的手指头也是分开的，看见没？非常好啊。好，那我们就开始啊。时间不多了，8点半啊，8点半，我们还有1个半小时，我们看能不能把这个例子给大家演示完啊。就这个例子，这个模型是可以做出来以后是可以做动画的啊，可以做形态键、做眨眼，包括可以给它绑骨骼、跳舞、走路、跑步，能跑能跳啊，什么动作都能做啊。就这个模型达到了这样的一个要求，这是 AI 来生成的。这要是用传统建模的方式，那要花很多时间。来，我们新建一个，先第一步啊，我们先把这个老虎的身子给它调进来，下载，就点击下载，下载完了以后就是一个 GLB 格式的文件，哎，就这么个东西啊，它是带材质的，好，这是第一件东西。第二件东西呢，我来看啊，老虎头，点击下载，好，这是老虎头啊，哎，硬接做动画，没问题啊，有穿插，有一点穿插没问题，不要太多，就穿插是尽量少，但是不可能完全没有啊。这个就是靠你的经验，就哪些地方用穿插，哪些地方不用穿插，这是完全是靠你的经验。然后就是有了身体，有了这个啊，衣服还有个衣服对吧？衣服我们把图案也去掉了对吧？衣服上的图案、袋子都给它去掉，因为袋子很容易建模嘛，对吧？来，好，就这几样东西啊，有这几样东西我们就可以干活了啊。这几样东西都是高模，每一个模型都有150万面，啊。所以我们第一件事先干嘛？先整理模型，选中这个头，进入到编辑模式 ，A 键全选所有顶点 ，M 键按距离合并。就是如果你不做这一步，它的模型是不连接的，有很多的重合点。你看现在有10万多个点被我清除了。好，这个做好了，然后再来这个，进入到编辑模式，啊，一次性把它都给它弄完。哎呀，我现在进编辑模式就卡了吗？卡了，我去，我现在是5080的显卡啊，所以我想，如果我这个卡，我靠，20，好，选中了啊，不卡哈 ，A 键全选 M 键按距离合并。好，这里58000多个顶点清除了啊，好，回到物体模式，就是这一步是要做的，这一步就是清除重合顶点，这一步叫。然后这个也是啊，这个也是，我把它保存一下，这个文件我免得崩了啊。这个叫 W222，然后保存一下啊，保存一下，然后关掉啊，关掉，重新打开一下，保险起见。你看，稍微不注意就崩了啊。这个右键结束任务，大家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然后我们把 Blender 重新打开，刚才那个文件啊。好，现在处理它啊，进入到编辑模式 ，M 键按距离合并。好，清除这些顶点，回来保存，3个都清除了。接下来第二步再来干嘛啊？第二步我们来做精简面。打开布线啊，选中它，来一个个来添加一个精简修改器啊。就第一遍不这样处理，你后面的机器会卡的要死啊。我这还是5080的显卡啊，精简的比例是0.3。啊，0.3就是去掉70%的面，去掉70%，然后把它应用掉。像这样的精简实际上不会破坏它的造型，也不会破坏它的贴图啊。你看它的贴图还是完好的啊，面数却减掉了70%，并且每一个网格顶点都是连接的啊，就是起到这个作用。然后这一块一样的啊，同样的处理方法啊，就像流水线一样，0.3，先给它这么处理一遍，然后再做下面的操作啊，精简70%的面，然后把它应用掉。
这样的话，后面我们的操作就比较顺畅啊，不会出现死机卡顿的那种现象。这都是踩坑踩过来的啊。0.3，这个也一样，这个面数也是。也就是说，我把这3个模型，每个模型最初始是150万面啊，全部把它处理成了30-40万面左右的这种量级啊。好，现在这3个模型加起来才150万面啊，134万面、135万面，这3个模型加起来135万面。然后 Ctrl+S 保存，保存完了以后老老实实关掉啊，关掉，老老实实关掉，重新打开啊，重新打开。这样就比较顺畅了啊，这样就相当于你的内存又清空了一次，刷新了一次，这样才能保证我不会死机啊。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做后面的操作，来把线框打开。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做一些切割啊，先把这个老虎头给它切下来，进入到雕刻模式啊，来到实体模式吧。我们用这个套索遮罩去做切割，套索遮罩啊，来看我怎么切的，把这个头我是不要了，整个框住。就头就被遮罩住了，遮罩住布的部分，遮罩这里有一个遮罩切片并填充孔，就是把它切掉，并且把孔填充掉啊。OK， 好了啊 ，Alt+M，OK， 这个头就被我切掉了啊。OK， 这是第一个模型啊，取消独立显示。哎，另外2个模型好，打开这个啊，把它也独立显示一下。这个呢，这个模型我只要头啊，其他都不要啊，其他都不要。来，进入到雕刻模式，把底下。底下都给它选中，遮罩住，遮罩住啊，然后呢，再来一步遮罩，有一个叫收缩遮罩啊，收缩一点啊，你看它就会往里收缩一格啊，然后我们再来遮罩，切片并填充孔，Alt+M 把缺口的遮罩给它去掉 ，OK，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头啊，尽量多的保留了它的这个头啊，好的。然后，如果这个头的形状你不满意呢，你还可以继续在雕刻模式下，GF 用雕刻笔刷开左右对称啊，把这个形状你觉得哪儿不满意，你还可以再调一调，对吧？这个模型已经只有40-50万面了，所以说就不高了。不高了的话，你再去调它就不会太卡啊。这个头型它是 AI 生成的啊，所以说谅解一点，能够生成这么好就不错了啊。然后就是胡子啊，这些胡子我们得给它截掉啊，怎么截啊？进入编辑模式来。开透明显示，不开透明显示，实体模式，好吧，把每个胡子这一块的那个尖儿给它框住，胡子尖上那点顶点给它框住啊，选中，等会儿你就知道为啥了。好，选中以后，然后我们 Ctrl 加加号键，Ctrl 加加号键，对吧？把这些给它剪，别选多了。Ctrl 加加号键是一个扩大选区的一个功能。好，选中了这么多啊 ，X 键删除顶点。好，这个胡子就被我剪断了啊，剪断了。哎，这一根漏了一根啊，漏网之鱼啊。进入编辑模式继续啊，就把这一根的尖儿选中 ，Ctrl 加加号键，Ctrl 加加号键，好 ，X 键删除顶点啊。好的，然后这边有一些没剪到的啊，没剪到的你可以选中 Ctrl 加加号键继续 ，X 键删除顶点。总之把这个胡子的这个给它剃干净啊 ，Ctrl 加加号键。哎，我这给大家讲的全是黑科技啊。来 ，Ctrl 加加号键 ，X 键删除顶点。好，哎，这里还有一些啊立体的，只要是立体出来的，这个地方是个精细活啊，别删多了，别删多了，Ctrl 加加号键啊，不要让它有立起来的部分，删除顶点。好，然后就来填充啊，把这些孔给它填起来啊，按住 Alt 键选中一条边双击 ，F 填充 ，F 填充啊，把这些豁口给它填上啊。F 填充这些豁口要确保不要太大了啊，太大了你烘焙材质会有损失的啊。这些豁口回到材质，这些都是有损失的啊。来，让它的材质损失越少越好，因为毕竟是 AI 帮我们生成的材质，不能浪费了啊。好 ，F 键填充，哎，这里还有一个啊，这个已经填了吧？好，都填好了啊，都填好了。然后雕刻模式，把网格线打开啊，我们平滑一下，让它均匀的分布哈，然后再来开。好，这就是它的胡子剃完了以后的这个疤啊，留下的疤，没关系啊，这一点点不要紧。接下来再做一个操作啊，再做一个操作是什么呢？进入到编辑模式 ，A 键全选来网格对称，左右对称。但是你会发现，哎，我一对称这边有一个偏移，发现没有？来，再来一遍，注意看中间啊，网格
对称，发现这边收进去来了，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它这个不在终点上。所以很多的小窍门啊 ，Alt 加 G 把它对到中轴线，然后方便我对齐啊。那刚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个点啊跟它的中轴线是有偏差的，那这个时候我要把这个原点啊，就这个原点要往右边移动一点，跟它的这个中轴线尽量的去对齐，理解了吧？选项控制原点，在物体模式下啊，选项控制原点 G X， 对吧？把这个原点往左边来一点，刚好跟中间的这个嘴巴那个三瓣嘴那个地方那个缝，看见没？看到那个绿线左右摇摆这个绿线看到了吗？来对齐到中轴线上，摁一下鼠标，然后把它原点取消，这个时候原点才在正中心啊。然后我们把条目里边这个原点的位置归零，理解了啊？就是让它的原点完完全全得在它的正中轴线上，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去执行那个强制对称的操作啊。现在你执行出来的强制对称操作才是 OK 的，啊。就整理模型，你要知道你拿到的不是别人做的一个模型，是 AI 生成的一个模型，所以 AI 很可能会犯一些什么样的错误，就是一些误差的错误啊。好，现在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虎头啊，保存一下。好，虎头有了，身体也有了，对吧？这个身体其实我们也需要，给它来一个强制对称。身体它有个尾巴，对吧？它还有个虎尾巴。算了，身体我们就先不用了，因为身体我们等会儿再说啊。身体不用强制对称，因为我们要穿衣服的，所以身体其实露出来的地方有线啊。好，把身体把它隐藏。好，接下来是衣服，衣服是要对称的啊，衣服是要强制对称的。但是衣服有一个问题，你会发现它生成网格的时候，你看是这种镂空的结构，所以这种东西是不能有的啊。这个怎么办？先给它来一个强制对称，编辑模式下来，强制对称，网格啊对称。好，衣服这个对称还问题不大啊。好，衣服就完全对称了啊，左右两边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摆模型啊。衣服肯定是身体的主角，进入编辑模式 G Z， 把所有的顶点选中，往上移，脚踩在地平线上，回到物体模式。注意这个时候要跟着我的思路啊，同学们，来 Alt 加 G 把老虎头 G Z 挪上来，安上去啊。现在我们再拼凑一个高模出来啊，拼凑一个高模出来才能进行后面的操作啊。这是老虎的头啊，老虎的头稍微要大一点吧，差不多这个位置啊。正视图、测试图要反复观察，然后保存一下。然后还有一个身体啊，这个身体实际上只有几样东西是有用的啊，其实只有尾巴和手是有用的。其实主要是手啊，G Z 往上移啊，放大一点，来，其实只有两个大胳膊，是有用的。对上啊，你看他的胸肌啊什么的腿啊，其实是被衣服挡住了啊。G Y， 好，那胸肌这一块我们正好对着它，也别浪费了啊。这一块我们要进入雕刻模式，衣服啊，调一下衣服，开对称雕刻 ，G F， 把衣服的造型再给它，因为它有胸肌嘛，正好调的凶猛一点，正好调的凶猛一点，是吧？背啊，虎背熊腰，那一定是很厚的，对吧？然后它还有个帽衫那帽衫后面一定是拉起来，这个帽衫有点太薄了，对吧？往后面多来一点吧，对吧？因为这个老虎头那么大，帽衫怎么会这么小呢？那个帽子怎么可能那么小呢？对吧？帽子大一点。好，现在有点太大了，你也可以用这个膨胀笔刷啊。这个肩膀其实可以宽一点，膨胀笔刷也可以啊，这把帽子膨胀起来也可以，但不用那样，太膨胀了。好，这样就可以啊，这样有个帽衫。好，那其实底下的部分其实就不需要去管它了。我看看这里有个屁股啊，腿，进入到雕刻模式 GF， 把这个地方给它屁股还是要让它起来一点啊，就是正好我们有一个裸体的老虎嘛，那就着这个裸体的老虎，我们把它的身材正好可以校正一下，即使它不出现啊，但是它还是有一定作用。好，这样就可以了啊。然后身体呢，我们来看看做一个切割啊，首先是这个尾巴啊，先把尾巴给它切下来，进入到雕刻模式啊，然后我们来到还是用刚才的
这个遮罩套索，遮罩套索很好用啊，用来做切割很好用。哎，选中，把尾巴，这个尾巴有点太大了，把尾巴给它切下来。遮罩这里边要用到遮罩切片到新物体啊，一切到新物体，它的旋转就转过来了，90度。但是你会发现，如果我这样去切，其实有个问题，就材质丢了，材质没了啊，不能，所以撤回去不能这么切啊。怎么切呢？那我们就想想啊，进入到雕刻模式，遮罩啊，来，我们把屁股给它反向遮罩啊，我们是保留的部分，这个地方啊，我们只要一个胳膊，实际上，对吧？只要一个胳膊。只要一个胳膊啊，然后腿也不要，实际上，就不要的地方就给它遮罩住啊，不要的地方给它遮罩住，包括这个底下不要的地方。尾巴其实多切一点也问题不大啊。好，现在就把不要的地方都给它，你觉得哪里不要就把它切掉。好的，然后接下来啊，它有些地方是多的，你看这个地方是多的，按住 Ctrl 键可以剪掉啊，按住 Ctrl 键就是拣选啊。好，再来到这个模式下看更清楚啊，就黑色的部分是我们要切掉的部分。好吧，尾巴就这样吧，这个地方反复的看一看。好，遮罩，这个用切片并填充啊，然后看看，哎，材质依然是保留的啊，然后斜杠有没有切多？切多了啊，你看这个胳肢窝底下，好，那就撤回去，不能切多啊，不能切多啊，再来，剪掉，剪掉。或者是遮罩收缩吧，收缩遮罩会有一些，收缩遮罩会有一些这个不平滑的地方。好，就这样吧。遮罩就是切掉并且填充啊 ，Alt 加 M， 一定要 Alt 加 M 一下啊。好，我们得到了这么一个东西啊。好，这样它们就拼到一起了。我们把材质打开啊，得到了这样一个模型啊，这个尾巴是硬插进去的啊。我们进入到编辑模式 ，L 键把尾巴选中 ，P 键分离出来啊，尾巴分离出来，尾巴单独分离出来一个新的物体啊，然后把这个尾巴再往里送一点，免得穿帮啊。好，Ctrl 加 S 保存一下，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再来检查一下有没有穿帮的地方啊，这里有一点点，好像这里露出来了，你看这个地方啊，那进入雕刻模式 GF 啊，拖一拖啊，胳肢窝底下。拖一拖啊，不要出现这种穿帮啊，不要出现穿帮。好，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手啊，现在是一个 A pose， 现在是个 A pose。其实我希望它能够抬高一点，然后以它的3D 游标为轴心，3D 游标放这儿，放这儿。希望它能够抬起来一点啊，左右对称，抬起来一点，好吧。然后进入到雕刻模式，那边我就不管了，那边可以对称过去，只编辑这一边就行了。把这个往里推一推，不要出现这种穿帮。好，这边手抬起来了啊，然后进入到编辑模式 A 键，然后网格啊对称反了，从正 X 到负啊，然后再到雕刻模式来把这里往里推一推。好，现在就是一个标准的 A pose 啊，方便我们绑骨骼。那这个高模我们就整理好了，高模整理好了，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集合啊，这个集合给它右键复制集合，把整个这个集合复制一个啊，然后把高模给它隐藏，相当于是一个备份啊。然后我们还是开到这个状态啊，这个状态我们就可以来做下一步啊，做下一步。下一步是干嘛呢？做拓扑啊，来选中头，
Ctrl 加 A 缩放应用一下，缩放没应用，这里改成欧了。Ctrl 加 A 旋转应用一下，保存好。头给它多少面？5000面够不够？5000面太多了，给它4000、3000啊，因为这个结构不算太复杂。左右对称，硬边检测关掉，来拓一下。好，哎，还不错啊，得到了这样一个头部模型。这个布线其实非常好啊。嘴巴这个地方稍微到时候开个口就可以。眼睛我看一下眼睛，眼皮能不能闭上啊？眼皮能不能闭上，就是看这里边有没有环线。哎，非常好，这里边有环线啊，里边有环线就相当于可以把这一块删除，完美的删除。然后眼睛可以做眨眼啊，没问题啊，眼皮可以做闭上，其他的就没问题了。头部就拓扑好了，这里获得了一个头部的拓扑啊。然后胳膊给它3000，给它5000吧，多一点，因为还有手指头呢，对吧？它3个手指头都是分开的啊，所以就不用换手了，直接用它就行。然后左右拓扑一下，好看一下结果。哎呀，这个插件非常好，对吧？啊，完美的手，我靠！就这个地方有个窟窿啊，有个窟窿不要紧啊，有个窟窿把它补一下就行了。这种地方其实无所谓的，删除面 L 键删除，或者说我不删也行，直接平滑就行了啊，平滑就行了，对吧？好，然后这一块我们把它，哎，这边也平滑了哈，它本身两边就是完全对称的啊，必须是对称的啊。接下来就这玩意儿，这玩意儿麻烦一点啊，为什么麻烦？因为里边是空心的啊，你不可能把这里边弄成空心的。那这里我们要有一个小技巧啊，Shift 加 A 我们要添加一个立方体，来给它来一点填充物啊。GZ 啊，中间做一个球，缩放呢改为活动元素啊，缩放啊，以它自己为轴心。这个球可以做大一点，把它的应用掉啊，细分应用掉，然后来到雕刻模式 GF。它既然是个填充物啊，那它的作用就是把里边这个空间给我填满，严丝合缝的填满就行啊，这就是它的功用，它的功用。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黑科技啊，这就相当于是个填充物啊，填充物。来，把这个拉开，这个地方没有面了 ，R 键重构一下 ，Ctrl 加 R 重构一下啊。就这个地方我不希望它有那么多的孔洞在这里啊，就把它的孔洞给它填上，然后再给它重构，啊。注意啊，我们现在是在创造低模啊，创造布线完美的低模，从高模生成低模，利用自动拓扑工具啊，然后再给它平滑一下啊。OK， 好了，就是填的，就是严实啊，严实，左右对称的啊。好，然后把它跟外面 Ctrl 加勾合并为一体啊，合并为一体，然后进入到雕刻模式 ，R 键给它一个颗粒度，R 键给它一个颗粒度。可以稍微细一点，也别太细啊。Ctrl 加 R 重构好了啊，就是我既保留了注意这个 Ctrl 加 R 一下虽然保留，但是它的材质是没有了啊，材质是报废了，可以删除了。对，我只保留了一个外形啊，基本的外形，然后可以把这里平滑一下。这一步也是个中间状态啊，为了做下一步我是做准备的。接下来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模型啊，这里把它不平滑的地方给它平滑一下，好的，好，有了这么一个就是它是单面模型，虽然它的布线很乱啊，但是它是个单面模型，不像刚才里边还有镂空。现在我们把镂空的问题解决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自动拓扑啊，就这个5000面够不够？5000面啊，左右对称5000面，好，就 OK 了啊，就得到了一个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帽衫啊，加裤子啊，加鞋子啊。只不过就是缺点是没有材质啊，它没有材质也没有法线贴图啊。好，保存一下，那我们的3个东西就都有了。打开，来，还有个尾巴，别把尾巴忘了。现在我们的头有了，手臂有了，身子有了，都是中地面的模型啊。这个网格布线是完全可以做动画的。你看3个模型加起来多少面？只有56000面啊，56000面就是这3个模型加起来。然后还有尾巴，尾巴也做一下。尾巴这一块直接。我看看啊，尾巴这里简单切一下吧，这个位置有点雕刻模式，
遮罩，把这个口给它处理的平整一点。好，然后这个尾巴呢，其实按道理说最好是个直的啊，现在它是个弯的，哎，那没办法，是个弯的，但是它原来有材质的那个高模啊，有材质的那个高模实际上它也是弯的啊，所以你现在要想把材质弄过来，它必须也得是弯的。然后这个尾巴有点太大了，不用管它。好，我们来取消对称，来拓扑一下。5000面有点太高了哈，撤回去。这里给它500面就够了。哎，怎么失败了？咋回事？1000面面数给少了也会失败吗 ？Remesh failed。来，那就重构一下。不能直接拓，那我就重构一下 ，Ctrl 加 R 重构，然后再拓。好了啊，哎，尾巴好了，得到了尾巴啊，低模。那 OK，那这个模型这个文件夹里的东西就没用了啊，这里边的这些高模是用来拓扑用的。右键删除集合，删除层级啊。那这里边的东西4件东西就有了 ，Ctrl 加 A， 我们把它的全部变换应用一下，保持1:1:1啊，然后原点在夹底下这个地方啊。这4件东西啊，名字给它起一下，这个叫 head，H-E-A-D， 这个叫手臂对吧？手臂叫 hand， 啊，这个叫 body，B-O-D-Y， 这个叫尾巴 tail，T-A-I-L， 好吧？保存一下，哎，全部都是自动拓扑的啊，没有一个是手工拓扑的啊。OK， 好，但是这个东西它现在没有材质啊，你注意，它自动拓扑完了以后，材质就丢失了。对，贴图还没有烘焙，对，材质给它清空啊，不要材质。就是现在我们获得了一个比较不错的模型网格啊，低面网格比较不错的啊，我们通过快速的方法得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低面网格，这个网格就拿来绑骨骼就没啥问题了啊。好，那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你看这个地方实际上它有一些问题啊，我看一眼有没有环线，就这个地方其实要做一些切割啊，选中它，选中它，把这些面啊，这里要删除一些面。删除啊，这里没有环线，没有环线就创造环线。X 键删除面 ，L 键 X 键删除面啊，这些地方给它删一删，把这些面啊删除面，删除面啊，然后这个豁口啊，双击 Alt 键双击豁口，豁口我们可以来到点模式啊，切换到点模式，右键 Loop Tools 松弛，松弛给它25迭代啊，松弛的就是让它格外松弛啊。然后 E 键向内挤出一点点，啊，把这里稍微做一下啊。好，你看，啊，它依然是一个单面模型啊。来，把面朝向打开，看到没？单面模型吧，单面模型。然后这边我们也要删一删吧，这个地方其实最好删一删。我看，哎，有闭环啊，有闭环就非常好啊。删除面 ，L 键。刚才那个地方不好删，是因为它没有闭环啊，所以我手工创建了一个闭环。那这个地方它已经有天然的闭环，那非常棒啊。GZ 往下移一点，这就好了啊，这就绝对不会穿帮啊。活动元素啊，这个用置心点吧，置心点啊，缩小一点。好，这就是为我们烘焙贴图做准备呢啊。然后这边来一个强制对称啊 ，A 键网格强制对称，负到正。好了啊，好了啊，这就整理好了。你看。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手膀子，手膀子这里有一堆这个不像样的面啊，选中这一块啊，选中这一块 ，Ctrl 加加号键，Ctrl 加加号键啊，看能选多少 ，Ctrl 减减号键，别选多了啊，删啊删，这个地方就不太好删啊，删除面，删除面啊。这要整理一下，这里就是要整理一下啊。
，Ctrl 加加号键，删除面，删除。Ctrl 加加号键，删除，同学们，你们还在吗？别我讲的讲晕了吧，你们都。好的，好的，好的。我怕有同学讲睡着了就不理我了。选成这两个 ，Ctrl 加加号键 ，X 键删除啊，把这个稍微整理一下。其实不整理也可以啊，但是对于一个要求质量的人来说，它这个地方有点，它这个地方是挡住的，看不见啊，看不见。好吧，就这样吧。编辑模式 A 键网格对称，回去把这个练习一定要做一下啊，对你们这个非常有帮助啊。这个，这一块有一些重合的面啊，这个地方有个重合的面啊，检查一下这里 ，X 键删除面，这些地方 X 键删除面啊，网格对称啊，其实我刚才忽略了啊，这个手臂，其实我应该先整理好了再给它自动拓扑的。衣服的时候做一块还是分开好，都可以，都可以，就是分开有分开的，不分开有不分开的。我现在这个是没时间给它分开，对吧？分开一定会造成更多的面数，对吧？但是分开的好处是让你的模型更细腻，对吧？结构层次更真实，这是分开的好处。但任何时候一定是利弊共存的，就是你要去做筛选，要去做取舍。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烘焙了啊。烘焙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处理啊。这个头啊，把这个眼睛眼眶这一块，刚才说了，这里有闭合 ，X 键删除面 ，L 键删除眼球啊，只保留一个眼眶啊。删除啊，可以多留一圈也行。然后编辑模式 A 键，网格对称，重复到正啊，对称。好，然后嘴巴这个孔也得先挖出来，你可以到后面再去做口腔内部。这个地方可以这样来，选中这一圈 X 键删除面 ，Ctrl 加 R， 选中这一圈 GG， 这里应该是一个三边形啊，这是嘴巴啊。好 ，A 键全选，网格对称啊，对称过去就好了。这中间还有一条多余的边啊，删除边。好，然后嘴巴呢，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给它选中这一圈啊 ，SX 收窄一点，然后 E 键向内挤出 ，SX 向内缩小一点。口腔内部啊，是口腔内部。这个狮子的这个老虎的口腔内部稍微复杂一点，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先不做啊，后面因为你这个不妨碍它烘焙就可以了。OK， 这个嘴巴也给它开了啊，开嘴巴了啊。然后这个地方的网格布线，这里加了一条环切，所以这个密度被我改变了，平滑一下啊，让它的布线均匀啊，这时刻保持布线均匀。好，头就处理好了啊，头哦对，还有这里。这个地方直接就删除吧，删除，它是有环线的 ，Q 键选择循环线内侧啊，3面模式 ，X 键删除面。好，这个头脖子这个地方的豁口啊，这个豁口 SZ0啊打平 ，R 键旋转，这是头的豁口啊，这个豁口一定要给它处理光滑了，处理好了啊，Ctrl 加 R 环切一下。脖子啊，是这样的一个干干净净的一个豁口。好，接下来就可以给它切个 UV 了吧？切 UV 来，同学们讲讲切 UV。这个头位置没摆对，对吧？头位置开透明，E 键，头是直接插进去的，看到吗？然后领子这个地方让它露出来一点，不能完全没有领子。这个时候先别改它的形状啊，先别改衣服的形状啊。脖子这一块可以 ，Ctrl 加 R， 加一点环切，
就是我为什么现在不能改型？因为我的这个形状跟高模的形状不能差别太大啊，要不然烘焙就歪了啊。你看这个，这是高模的形状，还是要跟它保持一个匹配，尽量的匹配高模的形状。高模的这个老虎跟低模还是要尽量的有一个匹配，包括这个手臂啊、衣服都是一样的道理。好的，那我就拆 UV 了啊，一个个来啊，拆 UV 就一个个来就行了。这个 UV 呢，只要把它展平就行，没有太高的要求。首先拆脸这一块呢，这肯定没问题。上面来一块，这从面门这个地方啊到耳朵啊，右键标记缝合边啊，然后下巴脖子这里，从这个嘴巴到底下，右键标记缝合边啊，这里来一道，然后后边，中轴线这个地方，中轴线从这儿开始一直到这儿，右键标记缝合边啊，到这里有一个褶皱啊，然后环线，脖子环线来一个，右键标记缝合边，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好，头就先这样啊，然后手臂，手臂呢，一定是手掌这个地方先来一刀，右键标记缝合边，对吧？然后从小拇指这个边上，肯定是这样来一刀，但是手掌就把它分成正面和反面两面就行了。按住 Ctrl 键就是首尾啊，按住 Ctrl 键点首尾边，点首尾边。大家这一块切 UV 就是这么个事儿啊。大家如果不熟的话，去找一些简单的模型去切一下，练一下。比如说猴头这种东西，或者说你自己做一个头，切一下 UV， 就是目的是把它展平啊，不是为了好看啊，把它展平就行。你看这样一个手掌，对吧？右键标记缝合边啊，这样可以了。然后从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这儿，一直到边缘，右键标记缝合边啊，一刀就够了。好的，然后 A 键全选，再来一个强制对称，网格对称，从正到负，对吧？这样的话，你的缝合边也就过去了啊，缝合边也过去了啊。所以切 UV 只要切一半，切一半的 UV 就行了，不用两边都切啊。那另一半用强制对称就行。切开的 UV 边界要对齐，要不然烘焙的法线贴图有一道缝。等会儿吧，我们遇到的问题我一个个的来说。这边肩膀线这个地方右键标记缝合边，这个没切透啊，标记缝合边啊，这样来一刀，这个地方来一刀，就不起眼的地方吧。这里不行啊，找这个底下不起眼的地方，右键标记缝合边啊。然后裤子我们可以分开 L 键啊，以缝合边为边线啊 ，L 键，然后把裤子这块先隐藏起来，只看衣服啊。然后侧边右键标记缝合边啊，这个衣服就展开了。然后正面这一块右键标记缝合边，但是这个正面不要啊，把这一块给它选中去掉，就是从这儿开始一直到这儿不需要，右键清除缝合边啊，这儿要剪开一下。帽子要不要来一下？看背后来一下吧，就不重要的地方你多切几刀没问题啊。右键标记缝合边，就是正面这个地方少切啊，把它最好切两边。Alt 加 H 把裤子显示出来。A 键全选网格对称，就是把缝合边对称过来好。然后我们 L 键把衣服选中，隐藏，切换到面模式下隐藏啊。再来看裤子啊，裤子首先是两个鞋子喽，鞋子给它一边来一刀，右键标记缝合边。然后鞋底喽，鞋底这里有一个螺旋线，对吧？螺旋线没办法，那就是没有形成闭环，那就给它来一个强制闭环喽。所谓强制闭环，就是像我这样，这叫强制闭环。右键标记缝合边，把鞋底子给它切下来，这就叫强制闭环啊。强制闭环不好看啊，但是那个够用就行啊。因为我们的布线是计算机自动帮我们算的这个自动拓扑嘛，所以说就拓扑就不是很完美啊。
所以就别要求太尽善尽美的 UV 了，就只要它展平没有拉伸就行。然后把缝合边尽量的藏在不起眼的地方，右键标记缝合边啊。鞋子就好了，鞋子就好了 ，L 键 L 键3H 隐藏。然后 Cooter 肯定是这个 Alt 加 H，A 键网格对称一下，强制对称一下，随时强制对称。然后裤子这个地方，在这个裆底下肯定有一道线啊。哎，这样来一道。不行啊，看啊，裆底下，哎，这一圈选中啊，右键，然后底下这些啊，把透明显示打开啊，按住 Ctrl 键啊，框选，把这里删除掉啊。OK， 然后右键标记缝合边啊，这是裆底下的，然后从这儿开始啊，这也是手工的去连线啊。右键标记不是锐边，标记缝合边啊。OK， 这样就好了啊。A 键，然后网格对称，这样两边都有了啊，两边就都有了。看裤子啊，然后如果觉得还不放心啊，那我们在这边也可以再来一下啊，就这样就行了。右键标记缝合边啊 ，A 键全选网格对称。好，现在这个身体就就是缝合边 UV 就拆好了啊，可能拆的多了一点，但是绝对是够用的啊。还有个尾巴啊，尾巴这里找一个环线，看行不行啊？把它切掉。Q 键选择循环线内侧，3X 键删除面啊，就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单面啊，就把那些不要的面给它删干净，就比较好处理啊。然后这样子，来一刀，看啊，这样把尾巴切成了2半啊。好，右键标记缝合边，然后这一块我们不需要，给它右键清除缝合边啊，这样就不会切2半了。好，这样就好了啊。好了，然后我们把这些东西都选中啊，这几样东西就4样东西啊，很简单，就4样东西。然后来到 UV 编辑器展一下啊 ，UV 编辑器自动的这边就来到了编辑模式啊，编辑模式 A 键全选 U 键展开啊，展开。刚才有同学说有这种接缝啊，其实跟这里有关系。来，我把这个选中，框选，看这里有一些杂点是哪儿的啊？找不着，那先把它框住，然后这边 Shift 加 H 隐藏，看就这种地方 ，Alt 加 H 怎么找到它们？杂点选中，它在哪儿啊？G 键移动，在里边啊，这个杂点在这个里边删除啊，直接 X 键删除面就行了。就是先找到它的位置，不是关键的点就删除。现在这些块儿就 OK 了啊，我们来看看有没有拉伸呢？来，这里边有没有拉伸面呀？Angle 打开，你看都是蓝色的，基本上都是蓝色的，对吧？没有出现红色的地方，那就可以了。好。A 键全选所有的这些 UV 块啊，注意它的边线 UV 这里有一个并排孤岛，拼排孤岛这里有一个边距啊，0.00，给它0.003吧，多一点啊，打包。这时候哎，3有点太 UV， 那就给它大一点啊，0.005，好吧，就是 UV 板块之间的边距0.005，这样的话它们颜色不会出现这种溢出啊，不会出现这种溢出。好了 ，UV 好了啊，低模也好了，高模也好了啊。对，那这个是低模，这里面是低模，这4个模型。M 键新建一个集合叫 Low Poly 啊，放到这个里边。那上面这个肯定叫 High HD 吧，High Poly 吧，对吧？上面它们2套模型啊，一个是高模，一个是低模，是完全重合的。基本上重合，不能说完全重合，基本上重合，好吧？然后我们来一个烘焙，好吧？前提是一定要展 UV 哦，对吧？展 UV 才能有烘焙。然后材质这一块我想想啊，材质就不划分了嘛，给他们一个材质球。啊，贴图，因为他们展在一个 UV 里边了。
那给它一个默认材质啊，比如说红色啊，给它一个默认的材质，所有的模型给同样一个材质啊，这个材质啊 Tiger 好吧，就是整体的模型给它一个材质，因为我们整个 UV 是在一个画板上完成的，所以一个材质球就可以了。好，然后接下来就是选中它们啊，框选低模，先把低模导出，文件导出为 OBJ 啊。接下来我们要用一个软件啊，我们用一个新软件叫 Substance Painter。这个软件我在那个网盘里边有安装包啊，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啊。一说到 Substance Painter， 我们得专门学个教程啊，不用，没那么复杂，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烘焙的小工具啊，烘焙材质的小工具来用。然后我在我的补课视频里边啊，更详细的去讲了一下它画材质的一些方法，所以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去看我那个补课视频啊，这个 PBR 材质工作流讲解，这个就是用这个 Substance Painter 来画材质啊。然后全身建模、全身拓扑，这个是手工建模加拓扑的过程，不用素材，就是手工啊。然后还有角色口腔眉毛的这3个回去，还是强调一下，回去看啊。好，这个低模文件啊，导出之前注意啊，先检查旋转缩放有没有应用啊，所有的模型旋转缩放有没有应用，都检查完了 ，OK 了啊，文件把它框选住啊，全部框选4个模型，文件导出 OBJ。然后找一个文件夹专门来放它啊，比如说这个文件夹我这里叫就叫 Tiger 啊，胎啊双击，然后这个叫低模对吧？那叫 TIGG Tiger 下划线 LOW low 好吧？然后勾选仅选中的物体，勾选不应用修改器，低模不应用修改器啊。好其实本来就没有修改器，所以这个无所谓。导出啊，这就导出成功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导高模啊，把这个 Low Poly 这个文件夹把它屏蔽。把高模打开，注意高模啊。那接下来我们这一步高模最宝贵的是什么？是它的表面的这些凹凸细节啊。你看它裤子上的褶皱，还有鞋子上的这些东西啊，还有它的这个最重要的还有就是它的材质的颜色啊。虽然这个材质不算特别牛逼，但是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很好的一个底子啊。在这个材质的基础上，就继续画材质是非常省事儿的。好，选中它，文件。注意还是要检查一下缩放旋转有没有应用 ，Ctrl 加 A， 旋转缩放，全部变换应用啊，全部改成欧拉运算啊。欧拉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计量角度的一个标尺，不要用4元数啊，全部看到4元数就改成欧拉就行了。它就是3个轴向的角度，旋转角度的一个计量方法，数学的计量方法。好，文件导出为 OBJ， 这个地方 Tiger 我们就用高模啊 ，H low 那就是 HD。然后仅选择导出的物体，点击导出，好了啊，导出高模了。那接下来我们把 PT 打开 ，PT 这个软件是专门用来画材质、烘焙材质用的。Blender 自己也能烘焙啊，但是 Blender 它那个烘焙就太小儿科了啊，就像一个小学生的水平，它是业余烘焙师啊。但是这个 PT 是一个专业烘焙师啊，所以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做。文件新建，它就是专门画材质，所以模型只是它的一个载体。所以我们新建项目的时候，要先选择一个模型啊，选谁呢？选刚才我们导出的那个低模。我们刚刚有一个Tiger Low Poly， 就是从低模创建项目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流程。来打开，然后把文件分辨率打高一点，打到4096或者20。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你预览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软件内部预览的时候的分辨率啊，所以无所谓。为了自己看得更清楚，你打个4096，然后点击然后这里用 Blender Starter Assets 啊。这个模板用 Blender Starter Assets， 点击确定。好，这个时候老虎就进来了啊，进来了啊，但是其实这个尾巴在这儿其实挺碍事儿的，但不管了啊。其实尾巴跟那个要分开烘焙啊，它这个地方会造成一些遮挡啊，没事没事，咱们这个是一个快速流程，好吧？先把这个流程搞对了，再精益求精。然后我们来烘焙啊，烘焙我们就需要跟高模进行一个匹配。来，这里有一个小面包这个图标就是烘焙啊。来点开就会进入到专门的一个烘焙界面啊，烘焙界面。这个烘焙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几样东西，一个是这个高模啊，在这个地方点这个小图标，导入高模。导入高模以后，你会发现在低模的表面出现了一个罩体 cage 啊，它的原理就是把高模的细节烘焙到低模的表面啊，所以它需要一个罩子啊。这个罩子呢可以调整罩子的厚度，如果太薄的话呢，就容易漏红就烘焙不上去，所以一定要罩住了啊。
没有红色啊。你看眼珠这个地方有点红色，没关系啊，因为我们的眼珠这一块是要另外做的。好，把它罩住，罩住完了以后，其他的就不用管，把输出大小改为4096吧，8192也可以，8K 也可以，因为我整个角色就用一张贴图嘛，所以大一点其实也可以，4096吧，4096。那你们要做正式的文件就可以打到8K 啊，因为你整个角色用一张贴图，那当然分辨率要高一点喽。好，那我现在是为了图快啊，好，然后这里就不用动，默认就都烘焙就行了。好，你就烘焙吧，烘吧，很快就烘好了，然后返回到绘制界面。OK 啊，我们就烘好了啊，没问题啊。有些地方有些小黑点啊，这种地方不要紧啊，这无所谓了。不可能，因为是 AI 生成的模型啊，我们花了已经节省了很多时间。我们这一步主要是获得什么呢？你知道吗？我们在这里不会画材质的，我们这一步主要是为了获得一张贴图。什么贴图？首先我跟大家讲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老虎的这个贴图，就这个带颜色的这个基础色贴图啊，就是这个老虎和衣服的这个图片，这个颜色的这张贴图叫基础色贴图，对吧？这张贴图我们已经有了，在 Blender 里边就可以轻松的烘焙。前面我们已经讲了，还记得那个旅游鞋吗？对吧？还记得那个旅游鞋，对吧？那其实我们在这里要烘焙的，并不是基础色贴图，我们在这里要烘焙的是法线贴图，就是表面的这些凹凸细节，还有鞋子表面的这些小凹凸细节。这些东西是我们这一步所要获得的东西。烘焙好了，直接导出啊，不用画任何颜色，不用管这些东西，直接文件导出贴图，导出贴图啊，导出这里先选导出路径。我们桌面上那个那个文件夹找到啊，在文件夹里新建一个导出的路径叫 tex， 好吧？然后导出的贴图就放这儿。我们导出什么贴图呢？就选择文件夹，这个路径就选好了。我们只导一张贴图，这里一下它给我们导出这么多贴图，不需要啊。这个地方模板我们选择 Blender， 它有一个 Blender 模板 ，Blender 原理化 BSDF 模板导出啊，然后导出纹理集用这个4096或者8192吧，用8K， 这个导出的图才是最终的分辨率啊，这个地方用8K 好吧，用4K 吧，因为我烘焙的时候就是 4K， 那就这里就别烘焙的时候如果是 4K， 这里就 4K 啊，烘焙的时候是8K， 这里就8K 好吧，然后这里选择我们这里。可以勾选，选择它，这里可以勾选要导出的贴图。如果你这里不改，你直接导出的是7张贴图啊，不需要啊，我们不需要7张贴图，我们只要1张贴图就够了。哪一张啊 ？Normal 啊，法线贴图，我们只导这1张贴图出来就够了，然后点击导出，行了啊，就要这1张。好，回去，来到 Blender，我们把高模关掉，低模打开来。低模打开，然后我们来着色里边，啊，法线贴图已经有了，我们把它连上去啊，选中这个衣服 ，Ctrl+Shift 加 T， 来到桌面 ，Text 法线贴图，这个就是我们烘焙好的法线贴图啊，原理化设置好，法线贴图就自动的帮我们连上去了，就这1张啊，就这1张，不要那么多。颜色这里我们可以改到白色啊，回复到白色，你会看到有了法线贴图以后，哎，你看。我们原来的模型表面是这个样子的，低模的表面是这个样，啥细节都没有，对吧？但是有了法线贴图以后，你看，我们表面上就多了很多的褶皱，对吧？这些东西啥都有，就是 AI 帮我们生成的那些褶皱啊，那些小细节啊，全都有。哎，但是呢，你的网格还是这个低模，理解了吗？这就是法线贴图的功能，它用最少的代价换来了最高的细节。来，再来看一下，现在是白的，看不太清，对吧？啊，看不太清。来，我把这个给它透明度。关掉啊，这样看得更清楚，对吧？这些在低模表面是啥？你看如果我现在把法线贴图把它断掉啊，你会看到表面其实就没有啥细节，尤其是鞋子表面，你看啥也没有。如果把法线贴图连上，你会发现，哎，鞋子表面这些东西都是烘焙上去的啊，这是烘焙上去的法线贴图啊。OK， 就多了很多细节啊，包括这里也是，包括脸上也有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光有个法线贴图肯定不够，对吧？接下来还要做一件事，就是把基础色给它烘焙上去。基础色我们就不用劳烦这个 PT 了啊，因为 Blender 也能烘焙法线贴图，但是 Blender 烘焙法线贴图老出问题啊，所以我就不介绍了。基础色没问题啊 ，Blender 烘焙基础色没问题。我们把这个材质打开啊，在这里 Shift 加 A， 跟上次那个旅游鞋一样啊，添加一个图像纹理，新建一个4096。啊，名字叫 Color Base Color B C O L O 啊 ，B Color 好吧，然后默认是黑色好吧，
然后把它连上去，来试一下是不是全部变黑了，对吧？就做好了迎接贴图的准备，来先把它断掉，烘焙之前先把它断掉，选中它，然后我们把高模打开，哎，高模这时候我们就选一个就行了，选衣服啊，衣服是这个 Metal 002啊，这个是 Body 啊，那从 Metal 002烘焙到 Body， 对吧？那活动项应该是 Body 啊，我们只看衣服啊。就是高模的衣服到低模的衣服烘焙基础色啊，就这个操作。活动项是低模的衣服，活动项是低模的衣服啊。选中以后选中这个图片，然后来到渲染面板，打开 Cycles， 因为 Blender 它渲染基础色是很可靠的啊，没问题。然后烘焙这里把这个渲染什么呢？渲染漫射结果，直接光间接光不要，所选物体到活动物体，它也有一个罩体啊，它也有一个罩体0.1就可以啊。哎，不是它。这个地方啊，0.1就可以啊，不用指模型，0.1的罩体距离。好，这时候选中它啊，烘焙，这里走进度条。好了，这边就出结果了啊，哎，衣服就烘上去了，衣服烘上去了啊，然后把衣服连上，然后把高模关掉啊，看。这个低模的衣服的法线贴图加基础色贴图都加上去就没问题。好，那这张图我们把它先断掉，还是继续啊。这是衣服，我们把它隐藏 body， 然后接下来是 hand 手，选中它，再选中它，再来一遍，再选中它，选中它啊。上面先选高模的手，再选低模的手，再选这个 base color 这张图啊。它已经烘焙了衣服，接下来把手臂的部分也烘上去啊。这个时候底下会稍微有一个变化，在哪儿呢？这里有一个清空图像啊。取消勾选，不要清空图像，就在现有图像上继续烘，相当于是来烘。你看，刚才就只有衣服的图案，现在连手臂的图案也有了，看没有那个虎的纹路就出来了，看见没？然后手臂我们就有了啊。然后我们来检查一下这边，我们把高模给它隐藏，低模把这个颜色连上去，对吧？这个虎的豹纹啊就有了，然后 body 衣服也有了，对吧？现在就差一个头了啊。好，来把它关上，头打开，头还是个黑的，对吧？来，这是虎头啊，虎头的高模，这是虎头的低模。来，我们把位置摁 GY， 再来对一对，尽量的对准啊。算了，不对了，就保持不动吧，因为刚才烘焙法线贴图就是这样的啊。好，先选它，再选它啊。低模为活动项，高模为备选项，然后选中这个取消清空图像这个勾选啊，因为我要继续在上面烘头部啊，继续在上面烘头部，因为衣服和手臂已经烘完了，然后点击烘焙。啊，这些操作有点繁琐啊！你看这个头就烘好了啊。其实刚才忘了一步操作，这个地方应该把头的 UV 块啊给它放大一点，头占的面积太小了，好吧？这个都是瑕疵啊。好，高模隐藏啊，低模你看，这是低模的这个虎头已经烘上去了，没问题啊，没问题。好，继续把它都打开，最后还有个尾巴，尾巴还是个黑的，尾巴 tail 啊，把它隐藏，把尾巴打开。先选它，再选它，对吧？然后清空图像，再选它啊，断开比较好啊。烘焙，把尾巴最后一节尾巴给它烘上去。好，尾巴烘上去了啊，在这个地方。好，屏蔽掉，都打开，材质连接，大功告成啊。烘焙完了以后，别高兴太早了啊。第一步，先把这个图像另存为存到外面去啊，存到一个路径下。Base Color 啊，存在它旁边。法线贴图，刚才烘焙这个法线贴图，刚才烘焙这个法线贴图是用 Substance Painter 烘焙的，对吧？那现在我们用 Blender 烘焙的基础色贴图啊，存在它的隔壁，这样这个贴图才不会丢失啊。好，现在我们会发现这个老虎是不是有点油光锃亮的，对吧？油光锃亮的，那其实是什么呢？是它的粗糙度啊，粗糙度太光滑了，粗糙度打高一点啊。因为这个布料还有就是毛发，它其实是没有那么高的没有那么光滑的啊。好。现在这个基础就好了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吗？看到这里，最关键的部分已经讲完了啊，接下来就容易了啊，接下来我们就添加一个眼球，动物的眼球，老虎的眼睛是哪个？我是找不到，红龙，给它一个龙的眼睛吧，叫 Red Dragon 啊，龙的眼睛，放大一点，
好，这个地方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开关一下光线追踪啊，哎，开关一下光线追踪就好了，通常啊，好，这个没办法，这是这个插件的一个硬 bug 啊，没办法，你也解决不了的。好，这个眼球就放在这个地方啊，把它往前 GY， 沿 Y 轴往外推一点。好了，哎 ，GY， 哎呀，太位置这个位置 GX。好，现在我就可以去调整模型的形状了啊，因为已经烘焙完成了，高模已经没有用了啊。这时候我觉得哪里不合适，我可以用雕刻笔刷，哎，轻轻的推一推都没问题了啊，可以大胆的去调整。因为现在你是一个低面网格，调起来非常的轻松丝滑啊，你想怎么调怎么调啊，就这个低面网格的造型，你还可以再去进一步调整，或者做表情形态键都没问题啊，都没问题。那有同学说了，那这个胡子这个地方有点硬伤怎么办啊？你看这个地方刚才我们做切割胡子的时候有硬伤，那这个太好办了，来纹理绘制几种方法啊。这里我们把材质打开，材质节点，来直接摁 Ctrl 加 Shift 点一下这个，让它独立的跟输出节点连接。这时候避免光影，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叫图章啊，图章，然后 Shift 加鼠标右键，来图章点一下，来图章点一下啊，非常好办啊。好，这些地方如果还觉得你们不满意啊，还觉得不满意，你可以这样来一下啊，都搞完了以后还觉得不满意，这里有一个涂抹工具，这个涂抹工具非常牛叉啊，推一推啊，推一推就风平浪静，啥也没了啊，什么瑕疵都没了，它就是叫什么浑水摸鱼大法啊。OK， 好，这个就 OK 了。你看这种地方有点瑕疵啊，也是用涂抹工具涂抹一下就非常完美了啊，那种小颗粒感就没有了。那鼻孔里边啊，这个鼻孔里边你看涂抹一下啊，涂抹一下，让它黑的油光锃亮啊。好。啊，这种地方这都是小技巧啊。OK， 那这种地方往外拖一拖，哎，这种眼睛啊，吊睛大虫啊，这种纹路都可以用涂抹工具来进行修正啊，修正非常好，涂抹工具。哎，然后这个地方的绒毛，你看像真的一样啊，它这个就是法线贴图的功劳。好，其他的我看还有哪儿？好，弄完了以后，在纹理绘制模式弄完了，随时要这个地方点开保存所有图像。好，眼珠子这个地方给它来一个对称啊，添加镜像，2个眼珠子对吧？好，然后衣服这一块啊，这个地方画完了，不想画了，那我们就把这里连回去啊，它就又有了光影了。如果还想接着画，那就再 Ctrl Shift 点一下这个啊，它就是一个原色的显示，就只显示基础色啊，这样就方便你去取色。那这些地方还有一些瑕疵，比如说纹理绘制，像这种地方用涂抹工具涂一涂啊就好了。你看是不是非常牛叉 ？OK， 看这个涂抹工具简直太牛了，而且它使用起来非常流畅啊，无论是什么样的，哎，你看这做这种纹路就是涂抹一下啊，它有点，如果你用笔去画的话，其实会卡，但是涂抹反而不卡啊，它是这个算法决定的。我觉得这个功能非常好。那这边你看这里有一些 UV 的错位，看见没？基础色接缝，来涂抹一下。昨天多开精度的烘焙到低模上也是这样，对，昨天那个多击精度烘焙到低模也是用这个方法啊，也是用那个 Substance Painter， 烘焙法线贴图用 Substance Painter 是最好的、最稳定的，不要用 Blender 在那犟着用啊。很多人是用 Blender 去烘焙法线贴图，烘焙出来这问题那问题一大堆，有那功夫还不如直接就是 Substance Painter 烘焙法线贴图啊。还有人用八猴啊，八猴我用的少。八猴也要用的话也可以啊，也可以，也非常稳定。它都是专业烘焙软件啊，那都是专业烘焙软件，所以什么事儿还是找专业的。你看这个老虎的这个手臂啊，这个花纹啊，那些瑕疵全没了啊，全部被我修好了，这边。哎，嘎吱窝底下这里有一点黑的，对吧？这里有一点黑的，好，那这里我就可以取个色，哎，在这里取个色，画一画，对吧？把这里平涂一下，把这个黑色给它涂掉，对吧？还觉得还不够，那就再取一个深一点的颜色再来平涂一下。好，这个平涂过来不是不好吗？来，涂抹工具就来了，来，涂抹工具就是干这个使的，非常自然。你看，是不是？这个嘎吱窝底下就被我处理好了啊，这里就涂抹工具是一个耍赖的工具啊，就是，哎，涂抹加图章啊，这个就是你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啊。涂抹加图章啊，你看涂抹一下啊，
就好了啊，这底下什么瑕疵都没了。好了，完了以后我们可以记住啊 ，Base Color 保存所有图像，随时要记着这个，要不然你关了再打开就没了。好，来把这个连上去。那这个贴图我就不修了啊，这里边还有地方可以修。你比如说这个鞋带子，它光有一个凹凸，但是没有鞋带子的颜色，包括这个脚脖子这个地方的颜色啊，脚脖子这个地方来，比如说这里我想修一下，一样的啊，用涂抹工具，用这个纹理绘制里边的这个涂抹工具啊，把这里的颜色往里推一推就好了。这里也是推一推啊，推一推画一画啊，这个脚脖子这里就好解决好了，我就不处理了啊。纹理绘制，保存所有图像。回头我把这个原文件发给大家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最好是你用 AI 自己做一个角色啊，用 AI 加上我今天这个方法，自己去做一个原创角色啊。你无论是3选2也好，还是写实也好，都可以啊，都可以。就是你看我今天整个这个课做这个角色才用了1个半小时，但是这种工作量要是拿到过去没有 AI 的情况下，我们至少要花1周的时间才能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啊。1周说的有点夸张了，3天吧，3天吧啊，对吧？反正以前上班的时候，那这样一个工单肯定是得1周啊，那里边还有摸鱼的时间，对吧？好，继续啊，接下来呢，同学们你们还在吗？别就我一个人在这讲啊。你们要让我知道你们还在啊，不然我很受伤。我最后还要讲一点东西，就是头发啊，怎么给它上头发，想不想听？对，那我讲头发了啊。哎，我那个聊天窗口在哪儿？现在23000多面，你能看到吗？不是啊，我现在35000面啊，你看，全部选中，进入到编辑模式 A 键全选，来打开这个信息统计。精确的看，现在23712面，我靠，太牛了，对吧？才2万多面哈。当然我还得要头发，还得要头发。头发，它这个是需要有胡子的啊。Shift 键 S 游标到世界原点，先对回去。这时候我们要介绍一个新的插件，叫 Hair Tools 啊，这个它是用来做卡片头发的一个利器啊。卡片头发的利器啊，这里，但是我们不用它从零开始创建头发啊，太累了。我们用它的库啊，这个库啊，这个插件。啊，我也给大家提供了，应该在网盘里，没有的话找不着就找我要。这里边也是一个，也是一个重量级的插件啊，重量级的插件也得是花钱买的。但是我给大家在网盘里提供了一个临时版本啊，你可以先用着啊，以后长期要用你还是要自己花钱买啊。也是几十美金吧，跟那个 ARP 的价格差不多。它最好的地方就是它直接可以生成这个卡片头发，卡片头发用来做动画角色啊，或者是做这种游戏角色是非常棒的啊。你要用粒子毛发，或者是用那个什么几何节点毛发，它的面数太高了啊，个人电脑吃不消，那都是大厂用的。或者你渲染一张静态图是可以的。那你是要做动画的，或者是你是要做游戏的，那你头发最好是用这种卡片毛发啊。那这里呢，我先给它添加胡子啊，它有那个组件，它有分3个板块，默认这个是完整板块，既有头发又有胡子啊，这是完整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找胡子，就在这个 bread 里边找胡子啊，它有5种胡子啊。然后这里边是子组件，可以有各种的鬓发呀、辫子呀、发髻啊这种东西，还有眉毛、睫毛这种东西、刘海啊这种东西，对吧？你要想组合一个头发出来，你就在这个competence 组件里边去找，就是 sub competence 子组件。你如果要找胡子，你就在这个里边找；要找完整的，你就在这里边找啊。但是我们现在肯定用不着这个完整的，对吧？你要做卷发、大波浪就很快啊。好，我们找胡子，那老虎的胡子，这个是最侧边的这个胡子嘛，对吧？狼人估计也是它，对吧？添加上来以后，它会给你来一个这样的东西啊，这样的一个结构，大家认识一下。什么样的结构呢？你看，这些就是毛发啊，它就是一个一个的面片啊，把正反面关掉，要的就是它。其他的这些东西，你像这个下巴，还有这个立方体，其实就是一个辅助的工具啊，它是帮你安装毛发用的，不是给你渲染用的，所以最终是要删掉的啊。好，我们给它做一个匹配，来，它是个透明的，你看这个下巴根本就是个透明的，看见没？来，我们把它移动下来，来套到它的下巴下面。我们要把它放大一点，那个胡子嘛要大一点，套到这个侧边上，对吧？老虎的胡子，对吧？老虎的胡子。那这里会有一个，它给你提供了一个缩果修改器，默认的缩果修改器。你给它一个目标，这个东西可用可不用啊？它目的就是让这个网格能够贴到这个老虎的下巴上，让这个毛发也能贴到这个老虎的脸上啊，更贴合。它是一个辅助工具啊。我先给你看看用是什么样，在这里有一个目标，来吸一下脸，它就贴上去了啊。哎，这个就贴上去了，是不是就不用你手动去匹配了，对吧？这个胡子就贴得很好啊。然后贴好了以后，那这个东西就没用了，就跟马斯克的那个火箭架子似的啊。
这个玩意儿就没用了，可以删除，但是你又不能直接删啊，你 X 键删除，哎，删除也可以啊，直接删，好，那就直接删，直接删，以前不能直接删的，哈，删除。然后这个东西呢，现在它是一个毛发几何节点的毛发，只不过用的是这个卡片做的它的这个身体的替身啊，这个里边结构很复杂，你看它里面加了多少几何节点啊，加这么多几何节点生成了这样一个卡片毛发的效果，带透明通道的啊，你不用去深究它啊。就这么一两团东西，你把它塌陷掉。什么叫塌陷掉 ？Ctrl 加 A 转换成网格，可视几何到网格。可视几何到网格是一个非常暴力的一个塌陷工具，就是无论你手里拿的是个什么玩意儿，你只要用这个命令就可以把它全部变成点线面网格。现在它就变成了点线面网格了啊，看见没？非常棒啊！哎，变成点线面网格。我看这是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吧？好。好，这个老虎的胡子就好了啊。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胡子的位置还不对，还不舒服，那你就可以，哎，这里有一个多余的网格啊，这里多余的网格可以把它删除掉啊，删除掉。那在大纲视图里边，最后我们就剩下这么一个网格对象啊。你刚导进来的时候是一堆东西，经过我刚才这一番处理以后，把它塌陷掉了。塌陷完了以后，它就剩了这么一个单独的网格贴在这个老虎的脸上。然后你可以进入到雕刻模式 ，GF， 哎，再去给它做一些塑形。当然你要开对称啊，开对称。再去给它做哪里没有贴合的啊，哪里形状还不够好，哪里不够长啊，再去做一些塑造，再去做塑造啊，直到你满意为止，直到你满意为止。那好，那这个老虎这个地方一撮胡子可能还不够，对吧？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Shift 加 D 复制一个，直接复制一个，然后再进入雕刻模式，把这个再往后拖，是不是很方便？对吧？是不是很黑科技？对吧？来，这里就有2层胡子了，对吧？如果你觉得不够密，那就加一层。让它更密一些啊！现在就有2层胡子了，密度就够了，对吧？那2个物体，这2个物体啊，把它合并 ，Ctrl 加勾可以合并，合并为一个物体就行了，非常好管理。那这种卡片毛发是最节省面数的一种做法啊，最节省面数的一种做法啊。相对来说最节省面数，它比粒子毛发，比那个什么几何节点毛发那个面数节省的多得多啊，但是它比这种地面网格来说，它还是算高的。你看当前这2撮胡子，你看4万面啊，这2撮胡子比我整个身体，比我这个整个老虎的面数还高啊。但是没办法，我 K 动画的时候通常是把它关掉的，K 完以后渲染再把它打开啊。好，那现在这个胡子 OK 了啊 ，OK 以后我要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那这个老虎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个白胡子啊，你看，我们看这里啊。它这张图，它的胡子是白的，基本上是，来这种，那改它的材质啊，来，在着色器这里，就 Hair Tools 这个工具生成的材质，就是这样的毛发节点啊，你看，就是这样一个毛发节点，我们可以自由的去改它的颜色啊，非常方便，就不用你怎么动，你发现没有？把它改成白色，这个是特殊颜色啊，不用管它，找它的发根啊 ，Root Color 调亮，来。调亮看有没有影响，没影响，选中它 ，Root Color， 这个是什么？金属度颜色，调亮 ，Tip Color， 发梢颜色，就是发梢颜色，啊，这是发根颜色，这是开启发根颜，你在这里设定一个颜色，然后它影响多强呢？就是通过这里来调整，就是发根颜色对这个整体颜色的影响，然后它有一个基础色啊，基础颜色。这个是一个基础颜色，特殊颜色好像没有太多关系啊。基础颜色要让它生效，就得把这个混合的这个颜色 debug color mix 把它混合加满，然后把它变白。现在就好了啊。发根颜色往往要不能让它太白，发根颜色要让它深一点。然后我们把这个打开看看，是不是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啊？对吧？这个是一个 range， 你看，太白了也有点假，也不能太白了。发根还是要让它有一点深色，发黄的颜色。好，然后这部分呢，它是吃进去的啊，吃到脸里边去的，让它吃进去一点。好，这个这个胡子就这样啊。调好以后，我们把这个材质给它，这个材质不能用这个默认的这个名称了啊，我们叫 HAIR hair 啊，就叫 hair。然后把它保护起来啊，然后你再添加新的毛发就可以继续用这个材质啊。
头发啊，我们再来一个头发就差不多了。来，这里给他一个发型吧，给他一个这个发型，好吧？追加，再来一遍啊，这个很酷炫的发型啊，来去贴上去，放大一点，放大一点啊。这个能够整个把他的头包起来的这么一个头发，一个发型啊。好，先把它大概，你看它有一个套子，个头套子，看见没？大概的套住它的后脑啊，你不用管它的耳朵啥的。套上以后，这里它也都会有一个缩果修改器，吸附一下它的头部啊，这样就贴上去了啊，贴上去了，贴得很难看，对吧？那你移动一下试试。那没办法，那这里有个耳朵，对吧？那撤回去。好，那这里就是一个特殊情况，特殊情况怎么特殊对待啊？我们就把这个缩果修改器把它删掉就行了，不要它。来，直接把它的这个头套子给它 X 键删除掉，不要了啊，不要它的辅助啊。然后这里，它底下有没有别的引导器之类的都没有啊，就还是这样一个头发 ，Ctrl 加 A， 塌陷掉，塌陷成基本网格体啊。然后我们进入到，先改材质吧，把它的材质指向刚才我们做的那个 hair， 对吧 ？hair 头发对吧？白头发，雕刻模式，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搓揉它了啊。耳朵里边其实也可以藏一点毛，没关系啊。耳朵里边或者是推到后边去也行。到后边这一块后脑勺啊，注意这里要开对称啊，开对称。后脑勺正好也需要一些毛啊。毛发本身就是一个很费面数、占面数的一个事儿啊，所以不爱做毛发。好，这样有了这个毛啊，如果你觉得毛太长了，你可以往里边怼一点，往里边怼一怼就行。好，差不多就这样吧。如果还想加更多的毛，你可以把这些毛往上推呗，或者是在这个地方再加一撮毛，然后眉毛，对吧？眉毛你可以从这里边提取一撮毛出来，选中其中一撮，摁 L 键，摁 L 键，对吧 ？L 键 ，Shift 加 D 复制出来一撮，啊，就跟孙悟空似的，复制一撮毛出来，然后 P 键分离出来，这样你就有了一撮毛了啊。然后把这撮毛安到你想安的地方，物体设置原点到几何中心来。这我就不仔细去调了啊。这就安了一撮毛，包括这个毛可以这么装，然后胡子也是这么装的啊。OK， 那这里我就不演示这个了。接下来我想让这个头发有点动啊，有点动，风吹它有点动。这里会用到一个小技巧。看看啊，最后再讲这一点，要不我们明天再讲吧啊。最后讲一点就是风吹着它能够动，好吧？这个我们明天再讲。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包括这个帽子，如果有风吹这个衣服啊，帽衫能不能有点变化？这是这个。然后还有这个老虎，它的形态键啊，它的眼睛啊、嘴巴怎么张开的，口腔内部的牙齿啊等等这些都要做啊。头顶上这个发型其实见仁见智啊，可做可不做，可以大家去设计啊。毛的颜色也可以去改变啊，可以去改变。好，同学们，你们还在吗？还在哈，不错不错。怎么样？今天有收获吗？啊，明天我们继续把这个老虎搭完啊，做一点效果。制作的流程思维导图分享一下，可以，没问题啊。就这些东西嘛，对吧？OK， 那我把这个直接发到绑衣服是绑定啊，那是骨骼绑定啊，绑衣服。骨骼绑定我们在下一周，就第3周。骨骼绑定，我把这个拖过来，来，这是这一课的内容啊，我把这一课的内容 ，MD 的衣服制作绑定好一些，还是 AI 的 ？MD 太麻烦了 ，MD 你没发现 MD 虽然好，但是用的人很少，你没发现吗？就是因为它太麻烦了。我每做一个动作都得去做一次模拟，然后把这个拷在群里了。这是今天的内容啊。然后这个 MD 我们回头会说吧，单独我们后面会说特殊绑定啊，就是讲特殊绑定的时候。这个首先我们是有这样一个提示语，对吧？其实这节课你除了看这个流程以外，你其实最重点的是关注这个
提示语啊。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你这里无论扔进去一张什么样的图，我这里用的是个老虎人，你可以用个狼人、牛人、马人，对吧？鹿人都可以，对吧？但是你扔进去以后，注意啊，一定要，就是今天讲的重点在这儿啊。先扔一张图给 ChatGPT， 然后给上这样一个提示语，啊，这个提示语最好是跟我抄的一模一样。当然，这个去掉太阳镜、去掉帽子，这个因人而异，你想去掉就去掉。因为太阳镜和帽子如果戴上的话，会影响我头部的结构的展示，明白吗？所以我不想戴帽子，也不想戴墨眼镜。没发现我每一样都有吗？你看，这个其实是不能直接用的，因为它有胡子，还有衣服遮挡，然后前面还有个袋子，所以不能直接用这张图。但这张图已经很好了。然后有了这张图以后，我们去生成什么呢？有了这张图以后，我们去生成了这样一个头像，对吧？这个头像还是通过这张图生成的，这是另外一段提示语啊，只生成这样一个头。然后有了这张图以后，我们去生成什么？一个光溜溜的衣服，专门用来生成衣服啊，然后专门用来生成啊这个头。我本来是想生成一个光溜溜的头啊，但是实际上颜色有瑕疵，后来失败了，我就直接用的这个。就这一步生产出来的图是为了给混元 3D 用的，理解了吧？然后这一步就生成了一个裸体的头裸体的身体老虎。这一步也很重要，但是这个裸体老虎我们基本上没怎么用，我们只用了两个肩膀，还有它的一个身材比例啊。为啥喂给混元 3D 大哥？为啥喂给谁？真的不知道还是逗我呢？为啥喂给混元 3D？ 这就是混元 3D 啊，东子啊。为了喂给索元，你们吓死我了！我看到这儿还不知道为啥用混元 3D， 那我就晕死在当场。好吧，你看我生成的是这些模型啊，这三个模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啊，就是如何快速的在1-2个小时之内完成一个高逼真度的一个卡通角色啊，一个 PBR 角色，次世代角色，好吧？理解了吗？今天这个课大家反复要回去看一看。提示词，来，提示词，2段提示词啊，2段，这一段是生成全身的，这一段生成全身的，还有一段是生成头部的，这一段直接取字就行了，直接取文字这一段是生成头部的。对吧？你底下这个地方，我这里提示词这里写的你要读一下，你不能直接拷啊。我这里一个猪妖，一个猪八戒，一个黑猩猩人，那你这里就不要写这些了啊。你把这一段可以删掉啊。因为你已经给了他一张老虎人的图了，他就知道你要生成的是老虎人，所以你这里就不用，最后一段就不用了啊。理解了吗？就喂他这张图，然后再喂给他。算了，我把这张老虎图直接发给你们吧，你们回去自己做个试验吧，好吧？行不行？你们回去做一个原样的复原试验，好吧？然后你们再去用你们自己的图片去做啊。你这里边图片，来，我那个老虎的图发给大家，来，在这里，这是老虎的图啊。然后这个是我生成的老虎的裸体的图，对吧？你要生成不出来，你拿它去混元 3D 试也可以。然后还有一个老虎的头啊，这张裸体的老虎只能用身体，不能用头啊。你试了就知道了，反正能不能用。然后就是这张老虎，这张呢，这张头非常好，这张的头非常好，但是呢，它没有但是啊，你就用它生成头。还有一个衣服，衣服在哪儿呢？衣服在这儿，这个，来，这3张图就达到标准了我放进来了啊，这3张图就达到标准了，有一个身体，有一个头，有一个清晰的衣服他们都是从这张图开始的，这张图那这张图是怎么来的？你会发现我后面生成的图基本上都是这个风格都跟这张图的风格是一样的。这张图怎么来的？Pinterest 有很多这样的图这人的，还有兽人的，对吧？各种各样的兽人，你拿这些图也可以猪但是不建议大家用这种毛特别多的像这种毛特别多的就不建议了像这种毛特别多的，你最好让它把毛给你剃干净也有提示语，你说给我一个把它生成了一个头，比如说头上有很多毛你说把它的毛给我剪短也可以
你看，比如说生成这样一个猴子的人，对吧？他如果给你一个正面的猴子的脸，有很长的毛啊，你可以让他把毛给你剃掉啊。你看我这一张老虎啊，你看我这张老虎是怎么生成的？啊，去掉帽子，去掉太阳镜。你看头部毛发较短，看见没？头部毛发较短，所以我才会得到一个这样的老虎头，它没有胡子，要不然它就会给我生成一个头这种老虎头，那这种就不是我想要的，懂了吧？先1:1复刻，可以，没问题。你能把这个老虎做出来也 OK 啊，也 OK 啊，对吧？我做的是一个老年老虎，对吧？你可以做一个小老虎啊，对吧？胡子短一点就是小老虎，这样也可以。好，今天的课啊就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啊，拜拜，同学们辛苦了，3个多小时啊，今天讲的比较长，晚安啊，晚安，睡个好觉，拜拜。